万万没有想到，食盐和小苏打搭配在一起作用真厉害，但是有许多人都还不知道。大边儿就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大家好，我是鹏鹏。食用小苏打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又被称为碳酸氢钠，是碱性物质，通常用于清洗果蔬等，因为它可以中和农药中的氯气，从而有效减少农药残留。食盐我们每天都会用到它，被称作百味之首，也叫氯化钠，是我们必须要的矿物质之一，对于我们来说至关的重要。但是它除了用来烹饪之外，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小妙用。比如说把食盐和食用小苏打搭配在一起，就帮助很多家庭解决了大问题大烦恼。一起来看一看吧。首先准备一张餐巾纸，餐巾纸通常由3到4层组成，我们把它从中间分开，然后平铺于桌面上，分别在2张纸巾上倒上食盐，然后再倒上差不多同等量的食用小苏打。倒好以后，我们将纸巾给它包起来。相信这种包法大家都知道，明朝生病了，我们去配药，医生就是用的这种包法。我们将它包好之后，就做好了一个小苏打食盐包。2包包好以后，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作用吧。现在穿运动鞋的人比较多，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晚上回家脱掉鞋，里面特别的潮湿，而且还存有异味，让我们感到非常的烦恼，非常的头疼。咱们只需要将做好的小苏打食盐包一只鞋子放一个，到第2天鞋子里面不潮湿了，异味也不见了。因为小苏打能够去除空气中的臭味和吸收湿气，而食盐不仅能吸收湿气，还能够起到杀毒消菌的作用。因此这样一来，咱们鞋子里面的湿气和异味都不见了。再就是我们衣柜里面的衣服太多，遇上阴雨天气的时候，亦或者衣服没有晾干，就会产生大量的异味，听起来特别的难闻。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在衣柜里面或者衣服的口袋中放入我们制作好的小苏打食盐包，这样不仅可以去除掉潮湿散发出来的异味，还可以防止我们湿掉的衣服发霉。当然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个杯子，然后放入一把食用小苏打，再加入一把食盐，然后挤上2滴洗洁精，再加入一点点的白醋，最后加入水，水倒上大半杯就可以了。然后用筷子不停的搅拌，直到把食盐和小苏打全部搅拌至融化就可以了。搅拌好之后，准备一个喷壶，把喷壶的喷头给拧开，然后将我们调制好的溶液倒入喷壶中。倒之前把纸杯的口给捏一捏，这样在倒入过程中水就不会淌出来而掉得到处都是。然后再将喷头给它安装回去。安装好之后，将喷壶晃一晃，让加入里面的溶液融合的更加的均匀。那么这个溶液它有啥作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首先家里面的水龙头，我们可以看见
上面有许多的水锈，非常的难以清理。我们这时候把调制好的溶液喷洒在水龙头管上，把每一个部位都均匀的喷洒上，然后用抹布擦一擦。擦拭过的地方可以看见水龙头上面的水锈已经不见了，咱们的水龙头也已经变得闪闪发光，看起来就和新的一样了。第二，可以清理油烟机。油烟机我们每天都会用，上面残留许多的油脂污垢，我们只需喷洒上一些，同样用抹布擦一擦，上面的油脂污垢就可以很轻松的给擦拭掉。因为洗洁精和小苏打不仅有很强的去污作用，白醋也能起到软化作用，而食盐还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所以用它来清洗油烟机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只需要轻轻一擦拭，上面的油脂污垢都不见了。我们来看一下，擦拭过的地方和未擦拭过的地方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第三，厨房的墙壁，每次炒菜过后，墙壁上总会溅上一些油脂，看起来非常不舒服。咱们只需要喷上一些调制好的溶液，然后用抹布来擦拭，只需要轻轻一擦拭，墙壁上溅的油脂就可以很轻松的给擦掉。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请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擦拭好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上面已经变得非常的干净。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下对比，可以看见擦过的地方和没擦过的地方，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如果你家的厨房墙壁也老是出现这种情况，就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吧。最后，我们也可以用来去除冰箱上的这些油脂、污垢以及脏东西。同样，只需要在上面喷洒上这些溶液。冰箱上面因为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需要多喷洒一些，因为油脂污垢已经全部凝固。最后用抹布将其擦拭掉，轻轻一擦，冰箱上面残留的油脂污垢以及灰尘等脏东西就可以很轻松的擦拭干净。可以看见擦拭过后的冰箱已经变得非常的干净了。朋友们，没想到吧，食盐和小苏打还能这样用，解决了很多人的大问题、大烦恼。方法简单，省钱又实用。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小技巧大作用，关注我，了解更多的生活小技巧、小妙招。我们下个视频见。